我叫夏雪，我叫夏雨，啊，我叫夏冰雹。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气息改变，情味不变，茶香飘满情意。北极欢迎你，为你开过一下。好，大家好，我是小鹿，我是卓阳，欢迎来到影像迪节北京篇。影像迪节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两个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去到不同的城市，将这座城市承载的影像和音乐回忆结合来致敬。讲北京很难，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的按年代的顺序，将大家的共同回忆的作品翻出来聊一聊。那也许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就要唱出来了是吧？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这期节目就跟当个乐似的，跟我们玩一趟吧。那其实上一次我们是用的日本的电车去贯穿整个东京，去讲述关于东京的一些影视作品跟音乐。那如果是北京的话，你觉得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是合适的呢？我觉得过鼓楼有什么可拍的呀？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接着，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了，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其实讲述北京夏天开端的影片有很多啊，但是给我们这一代人，甚至说70后的这一代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这一部《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这个电影是1994年的作品，但其实故事讲的是70年代的故事。对，那电影中的许多场景其实都是实际的取景，他们那个小团体经常聚在一起的秘密基地，其实就是现在的光府。好多同样的角度已经没有办法过去了。是，好在啊，老莫还在营业。这场颇费苦心安排的架就这么没打起来，我们拥进了老莫，就是现在的莫斯科餐厅。我们小时候啊，就是治安没有像今天这么好的时候，两边都有一个词儿，你知道叫什么吗？不知道，叫马，这是一个动词啊，就马人呗，马人马架，就是谁跟谁不忿儿了，不忿儿知道什么意思吗？知道，就不对付嘛，不对付了，就是，北京人，北京孩子，要脸。阳光灿烂日子里边就有这一趴。两边马架很容易就找到同一个人，这个人就变成和事佬。其实人越多，这架越打不起来。一般就会有像电影中王朔这样的角色，一举杯，四海之内皆兄弟。五洲震荡，和为贵，和。王朔应该是那个年代北京的一些，可以说是标签吧，文艺青年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代表人物，对对对，因为这部电影也是改编的他的《动物凶猛》。老莫嘛，他就天然的会和苏联音乐啊、俄罗斯音乐有一些关联。我们小时候都叫苏联音乐嘛。对，我觉得苏联音乐会特别有一种这种往日的瞬间，值得被无限拉长的感觉。所以你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最后一句的歌词的中文翻译版，那个翻译出来是什么？但是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更吸引我的是一些独白，在回忆中的一些故事进行的时候，时不时的跳出来啊，像是我还记得有股烧荒草的味道，特别好闻。可是大夏天哪来的荒草呢？慢着，我的记忆好像出了毛病，事实和幻觉又搅到了一块儿。千万别相信这个。但是那个片中的回忆更加像是一个第三人称，跟观众一起去评判的那种感觉，还挺妙的。对，而且小时候回忆，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会被我们添油加醋的改变，哪怕是篡改过的口供，说3遍以上，它也变成真的了。对，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即使是时代发生了巨变，我们成长环境不同，我觉得我们也依然能和马小娟的这个青春都是有共鸣的。让我们顺着胡同往南骑啊，半个小时。这栋苏式楼房里边发生的故事，承载着更多人的校园泪。20世纪90年代，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转型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节奏逐渐加快。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人心迷茫却充满希望。那是中国大陆的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诞生了。好，朋友们，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小区就是《我爱我家》中富民老同志老骥伏枥啊待的这个杨柳北里小区。当然，杨柳北里这个名字是虚构的。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小区叫西便门外大街吧。然后我也是长这么大30多年，第一次来到了真的《我爱我家》的这个外景的取景地，还是挺有感触的。这几年《我爱我家》又开始翻红啊，翻红其实更多是因为表情包。如果大家没看过这部情景喜剧，我真的觉得它代表了，我觉得中国情景喜剧的真的是比较有代表性，非常有代表性一个积淀的地位。而且英达其实也是，学了美国那一套，在《我爱我家》上是第一个去试验的。他们是带一面观众的，首先所有的笑声都是真实的，其次，很多时候演员会等观众笑。节奏是不一样的，节奏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就是后边咱们在看的情景喜剧，其实很少有真正带一面观众的了，就是你们能听到大量的罐头笑声。其实有时候为什么觉得现在的情景喜剧没以前那味儿了，有时候也是跟拍摄手法有关吧。你没有发现，其实和《我爱我家》的片头曲比起来，大家对于片尾曲会更加有印象一点。确实，因为片尾曲它似乎更加有一个明确的旋律存在，它还有那一长串的排比的歌词，就那种力量，我觉得时间越久越容易被打动。你是我记忆中忘不了的温存，你是我一生都解不开的疑问，一家子分一份美国盒饭。你是我怀里永远不懂事的孩子。让我们家它这一系列的这种排比句罗列下来，其实你会发现它就像诗一样，它讲了你在这一生当中几乎和家人的每一个瞬间。有些词我会后知后觉有些新的理解啊，比如说有句歌词是你是我孤单时枕边的一个吻嘛，枕边的一个吻，你觉得是在说什么时候？夫妻之间了，夫妻之间。还有一点，就我们老了之后，我们的父母有一天不在了，我们的儿女在外面没有办法回来，就最后就是剩我们自己一个人。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真的孤单的，但还好在那个时候你的旁边会有一个米咪，会有一个米老师，他给你一个吻。你哭了吗？别哭，我只是单纯演得感。我真是个傻子。你知道这个歌的歌词是谁写的吗？我还真不知道，写这个歌词的人叫贾丁。贾丁啊，贾丁第一次听。他还有一首特别有名的歌，你知道叫什么吗？我不知道，痴心爱人。哎，你别说有点有点像，有点。无论是对，现在人人都用。我觉得情景喜剧的音乐属于那种我一直不知道歌名跟歌手，但是其实前奏一起，就是 DNA 就会动。就比如说那个 France 那个 I Will Be There For You，对吧？我觉得现实题材的情景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时代的关联性太强，它总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这些人会一直生活在这里，然后你会感觉永远没有剧终，所以才为什么六人行的那个演员妈就死了，我们会那么难受。你那个时候才会有种被迫结束的感觉，就是因为这是陪了你很多很多年的一个朋友，走了，所以文老爷子走的时候，大家也很难过，我也很难过。那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就在那儿，无论我怎么样了，我是搬离北京了，搬回北京了，我升官了，还是落魄了，还是怎么样？我那几个老朋友一直就住在那栋公寓里，但是10年过去了，和平也变了。是他从这栋苏式建筑搬出来了，搬到了北京印象，然后成了3个孩子的妈。哎，我不让你们吃饭去吗？
吗？吃了吗？这是我先生，夏东海。哦，你好，幸会幸会。这是我的3个孩子，我叫夏雪，我叫夏雨，啊，我叫夏冰雹，他叫刘星。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区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北京印象，回到这儿也会让我想起一些小时候的那个感觉，特别是就是在这里他们拍摄了《家有儿女》所有的外景。我发现个事儿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姜文，还有夏雨，包括那个谁，张一山，长得都一样，一脉相承的。这是你们北京人典型的长相吗？我们北京人其实典型长相应该是那个小鲨鱼。哎，你有见过北京人晨练吗？甩鞭子？不是，来。我相信大多数朋友想起《家有儿女》，应该是先想到这个歌。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哎，好，都一样，好像都一样。对。我考你一个，你知道这首歌的唱这首歌的那个组合叫什么吗？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 PG4。你知道，其实《阳光男孩》《阳光女孩》就这首歌，它其实有一点好似舞曲的动次。千禧年那种。对，非常千禧年的这种标志性的舞曲。反正我们现在这个小区就是当时刘梅跟夏东海他们买的这个小区啊，所以这儿应该是学区房。你知道这儿多少钱一平吗？多少钱？8万一平。Amazing。但其实，在海淀学区房里边，这还算便宜的。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做的是哪儿的题啊？应该就是2个地方为主吧，一个是海淀，一个是黄冈密卷。你小时候做过海淀的题吗？我小时候在海淀上过学啊，我4、5年级在海淀6·1小学上学啊，我是海淀6·1小学当时的大队长，全校有且唯一的一个大队长。我靠！我小时候都不跟你玩，绝对我。当然，后来夏雨长大了以后，和夏东海还合开了一家古董店，你知道？开玩笑。好，早上好，有什么可以帮您吗？独自等待应该说也是很经典的。那在这部电影里边，夏雨所饰演的这个陈文，其实像那个时候大多数的80后一样，每天过着很多我们说不着调的生活，跟着几个固定的哥们儿混日子，然后时不时的为彼此的爱情出点馊主意。没给人女孩打电话没有？没有，你们俩到底好上没有？我先生给打电话来着，占线。人家太不灵了，那换我的话，那天晚上就行了。行，你们爱怎么放屁怎么放屁，反正我告诉你们，她不是那样的女孩。这里边比较好玩的是，它里边的编剧兼导演伍日贤，像他电影中的台词一样啊，他是一个中外合资。不错呀，你的也不错啊，谢谢。你是老外吗？他中外合资产品。所以其实也正可能是因为他这种背景吧，独自等待在很多地方的设计处理都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些美剧吧。我后来根据全球通手的约妞守则，整整等了2天，然后就请他吃饭了。那陈文是一个很直男的角色啊，那无论是打扮、言行以及他追女孩的方式，都非常的自我感动、自我安慰、自我安慰，甚至有一点自恋在里面。谁呀？那这段告白大家觉得是成功还是失败？我觉得是失败，他一定是失败。这一段告白失败以后，他的那段内心独白将他的个性直接放大了。我要是妞，早就爱上我了。其实这种直男的形象在如今看来啊，其实有一点刻板印象。有一说一，但其实你去展现一个不完美的角色，就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又往前迈了一大步的感觉。对，你在陈文扛着那个录音机在那个楼下放歌表白，放的是花儿乐队的 Miss You， 这算是目前提到的音乐作品里面最贴近北京的一首作品了。然后你知道吗？收录 Miss You 这张专辑，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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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那我是你的罗密欧？
他当时还给一个手机做广告，当时那种不是手机，是照相机奥林巴斯。照相机奥林巴斯，对的。那是德国的一个组合出的一首歌，就叫《Juliet》。对的，他当时是翻唱的。就那个时候的花儿乐队和早期的花儿乐队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他换公司以后的第一盘专辑。冲动澎湃的诺言，曾发誓永不会变。你说爱就像他们在参考着很多当年欧美的一些乐队的成功案例，比如说当年你记得吗？千禧年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摇滚，对。像艾薇儿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对。所以那个时候参考那个例子，花儿乐队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你比如说《Miss You》，其实它的旋律写的是很欧美流行的那个旋律，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我们千禧时代的一个共同的印记和风格。我有不到你，有不到我，直到现在停下来漂泊，我们之间不知从何时。一定习惯沉默。然后你在现在再来听这张专辑，它又成为了那个时代，它也成为了你的过去。独自等待像是一个开始。2010年前后，北京这座城市涌现了一系列跟青春有关的电影电视剧，他们可能并不解决具体的问题，但拍出了80、90后的迷茫。朋友们，我们现在的位置是798。你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先把领子翻起来吗？我觉得弹幕应该能回答吧。湘南你好。不对，那我就是陆涛了。这是我男朋友陆涛，他刚才偷看你来着。夏琳，我最好的女朋友。我喜欢你。你说什么？我喜欢你。我们这 polo 衫是刚刚那个现买的，其实就是想要一个把这个领子翻上来的过程。然后对，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但是那个时代过去的很快，大家瞬间就开始嘲讽的，就是很土。对，就是不得不说，这部剧虽然有点夸张的去展现了一些现实，但实打实的带火了一些，比如说乌托邦。我第一次听到乌托邦这3个字这一个词儿的时候，就是从这部剧。哎，对，是的。你看现在咱们就打比方，UP 主开工作室，你会发现南方的 UP 主开的工作室，他们更喜欢把工作室装修的写字楼的风格。我身边凡是北方孩子，北京工作，我们开个人工作室都喜欢去厂房，而在园区。厂房园区对于我们的一些情节，我其实一直想溯源，好像是00几年，真的和四平还有马经纬那会儿说过，我们为什么不一起租一个巨大的 loft 或者厂房住？2层可以看到1层人在工作，2层干别的事儿。对，这我觉得是最早的那个对于像那种生活的向往。还有比如说文章那口哨。这什么呀？你的生日礼物。你要带我看球赛啊？那你送我哨子干嘛？这不是哨，这是命令。为杨晓云服务。这部剧也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音乐。刘庆的《我很好》，我们刚刚在车上就在放的时候，你突然说，哇，那 DNA 直接动了。我觉得那就是大学的感觉。就算在寒冷。你第一个网名是什么 ？X 电吉他手。我记得非常清楚 ，X 电吉他手。我第一个网名叫 Answer 的守候。Answer。喜欢艾弗森吗？那会儿。啊，这些其实看似荒诞的行为，实则是。可能80后对于稳定教育的一种叛逆。是的，他们宁愿说遍体鳞伤的去试错，也不愿意听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我07年大1，所以我看这部剧的时候其实是大2、大3、大4，我不确定。我们学的广播电视编导，我知道那以后可能最好的归宿就是进电视台。对，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更就好像没有什么正确的选择。我觉得大概21、22、23左右的年轻人就是会这样，总是
提着一股劲儿，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无论这个剧大家觉得审美怎么样，嘚儿不嘚儿，嘚儿不嘚儿，但它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东西，你不得不承认，你也跳不过去。随着奋斗的爆火，80后步入社会后的迷茫与青春一度成为了当时流行的题材。后来又紧接着出现了《北京青年》、《我的青春谁做主》、《裸婚时代》、《北京爱情故事》等等一系列80后用理想反抗现实的作品。如果说奋斗是80后青春的冲锋号，失恋33天就更像是成年的创可贴，在不断向现实宣战后，终于承认自己的脆弱。我突然明白了他说的话，我要追上这辆车，我要对他说，我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不再要那些一击即碎的自尊了，我的自信也全部是空穴来风。我要让你看到我现在有多卑微。陈珊妮那首情歌那首歌，给我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现在再回去听那首歌当中有一个非常持续一直存在的一个低音 synth space 的声音。它有什么作用呢？我觉得对于我的作用是一种让自己内心一开始就进入到那个紧绷、揪着的那种感觉。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在表达浓情爱意的情歌，它是一种其实非常煎熬的表达。然后我印象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就除了那个之后，就是一个在这个喷泉这边的一个场景。你一凑近了，我才闻出来。虽然喷了高级古龙水，可还是带着一股天生的混蛋味。王耀庆要吻他的时候，你能看到黄小仙当时那个毒舌的劲儿上来。其实我觉得从可能奋斗开始，那时候台词设计都会有一种好像他一定要表现的某一方面很锋利，对的，然后有一些跳脱出我们日常对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其实今天这个场景会让我想到我们在东京篇的时候，那个结尾，我们东京篇结尾提到一句歌词，你还记得吗？小柯写的吗？啊，对，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旧有爱情在游荡。但是你想，这个喷泉，我想一定见证过不止失恋33天那一对的故事，他一定见证了太多人。其实北京，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地方。你看那个时候北京，我觉得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它和东京的那种包容是不一样的。东京的包容，你会觉得我们在东京，其实街上人是很冷漠的。对，大家各自守好自己的那1亩3分地。咱们拍摄都不搭理我们。但是北京的包容，其实是能够，怎么说呢？它是会允许大家有一些爆发，有一些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其实包容着一切的可能与不可能吧，我觉得是。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好像憋着一股劲一样，都觉得我可以成功，对，我可以打破那个常规，然后想要在无数的这种日常当中，慢慢的去找到自己的理想，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也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北京，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作品承载着也是和这份理想一样，汹涌澎湃的破土而出，野蛮生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时长限制，如果说北京篇要在这儿就结束的话，我觉得应该有不少人要把我开除京籍。不过别担心，这只是上品，因为关于北京的作品真太多，我觉得比东京都难挑。确实啊，有的与其说是代表北京，我觉得它更像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缩影。因为这个城市作为文化政治中心，在这里发生的故事无可避免的会回到那个层面。还有就是北京的音乐，它完全经历了黄金年代，但真的涉及到和影视作品结合起来，其实又会被筛选掉很多。所以对我们来说，北京的内容做起来真的还挺麻烦。因为做影视很简单，对，做音乐很简单，对，但是你要把它们揉到一起，其实你要考虑的方面就太多了。所以挑拣的，最终能讲的，还能代表共同回忆的，没有剩太多。是的但即便是这样，
也还是难分两挑期，所以下一期我要跟着小鹿来做个地道的北京人，直接穿越回大清。我们按时间的走向回到现在，所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我们将会提到的作品是哪部？好了，这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等会儿啊，是不是你还得再来一个那个快嘴？你来快嘴，我来快嘴，你来快嘴。好了，这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洋，什么？我周洋，这地儿有毒。好了，这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我是小鹿，我是周洋。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